了吧？这次来参加春风800 MTX 的这个活动，现在在大海道后面雅丹，然后刚才走了32公里左右的非武装穿越，然后给大家聊聊这个车吧。这是我好久以来没有好好去骑一台国产的，算是旗舰级的 ADV 了啊。首先，这个车它虽然叫800 MTX， 但是其实它跟800 MT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。先看啊，这个轮子21寸加18，这个标准硬派 ADV 的一个轮组。同时呢，减震行程分2个版本，高座低座的。高座的话行程230，低座的话是190。这个行程长度和这个车身姿态，已经是很多国产 ADV 里面很难做这么高的，而且进口的话也算比较难得的。座高的话，一个830毫米低座版，还有一个是870毫米啊，这个就注定了这个车大部分人来说，其他的话可能是更侧重于深度玩家才会有的。然后这个车虽然这只有灯跟800 MT 是一样的，剩下的两边这前面的这个扰流，然后呢到这个风挡里面这个仪表，还有这个看见这个了吗？油箱。这个油箱跟800 MT 不一样，那个800 MT 重心在上面，但是这个是跟790那个 ADV 是一样的，他把这个 KTM 那条挂脖油箱给弄过来了，所以这个油箱它的重心全在下面，你操控的时候会好很多。当然啊，这种异形油箱也有一个小缺点吧。像原来最开始后置油箱的那个宝马的800 GS， 它只能显示前一半的油，就是你这个油表显示的话，嘣，要不就是一半，然后呢再显示的话，从一半1/2往下掉，这是这种异形油箱，包括790都没法回避的一个问题。但是其实日常来说也够用，然后这包括这个风挡单手就可以调节。这个上下是锁住的，上下不下去的。在走非铺装的时候，你给它拧低，这样你站立骑行的时候可以更好的看前方的这个路面，判断你选择路线。同时呢，这个仪表因为要站立骑行以后怕眩光嘛，它这个角度也都是你可以调的，直接掰就行了。所以整体来说，包括这个车的车架也跟800 MT 不一样。这重新设计的，然后它这个发动机作为车架的一部分，可以用来给这个整车承重。整体来说，这个车你虽然看起来啊，它长得有点还是像800 MT， 但实际上它其实这个车是几乎就是用了一些800 MT 的零配件，然后重新设计出来的一款车，更侧重于硬派非铺装，包括这个大泥瓦，这样我们在走烂路、走泥路的时候不会卡泥在挡泥板里面，所以这是高位泥瓦。然后这台车我们这2天骑了整个哈密这一片的骑行的路线啊，这个昨天跑到天山那边去了，然后零下1-2度0度啊，走那大烂泥路。这台车在湿滑路面前后轮开始丢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很好的加车，然后给它救出来。然后这个一体式的这个平滑坐垫啊，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可以前后移动啊。虽然走公路的话并不是很舒服，但是在你站立骑行的时候很方便前后的重心转移。那这台车昨天走烂路的话，倒是没有倒车，但是有好几次几乎快倒了，而且我觉得可能救不回来了，但是我加了一下一顶，它还能给我拉回来。同时昨天还有几个上坡，其实我上坡的时候我实在这是新靴子，昨天懒得降档，我就试了一把2档的话，冲一些小坡的话也能给拉回来，所以这台车整体来说挺打破我对之前国产 ADV 的一些认知的，因为它的整体性是目前我骑过国产 ADV 里面比较强的，就是它的包容性很强同时呢它又有很不错的一个性能。然后今天呢，现在开始走的这个大海道，这个各种软沙，然后呢还有这种现在走的这个路看起来是个全是碎石子儿，但其实一踢的话底下这全是土了，面粉似的小土，车一进去的话会很容易陷，走今天这种路就跟开船似的，你得顶着把它走。然后这台车的整体车架标定呢，也会感觉重心往后，非常舒服。所以这台车通过这2天骑行，我是能感觉，这台车不像一个我之前认知的国产 ADV，它的整体真的挺不错的，当然它跟进口车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，但是在价格面前其实都没法，你就无法再计较了。因为这台车不知道现在售价，进口车呢可能会比它更多一些细腻的一些质感和一些，比如我那台本田飞霜，它会更细腻，然后呢会更柔和处理的，更协调你。这台车呢有一些方面会比较生硬，需要你用技术去给它补足一些。但是在这个价格面前，飞霜能买了3个多所以你就不能太去强求这个东西。通过这台车，我是感觉这2年。春风跟 KTM 然后合资以后，我感觉 KTM 的那点研究这么多年的技术就都被春风给慢慢学习，然后整理，然后再研发。这个从这个油箱，包括它的这些整个的标定设计，你就能感觉出来 KTM 好像那些
引以为傲的东西，慢慢在春风去吸收、去理解，然后再去制造。这辆车就是很典型的一个。你说再过几年，这个我觉得这东西不就都给弄过来了，所以，哎呀，挺可怕的。